股市简报，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顶级女性顾问如何在市场噪音中进行投资？加拿大环球邮报。进入加拿大顶级女性财富顾问排名的投资组合经理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特别是他们纪律严明的投资理念。一个普遍的特征是，许多人在成为顾问之前就开始在其他企业工作，这有助于为他们的业务奠定基础。Marlena Markham 是 CIBC Wood Gundy 的 BIM 集团投资组合经理和高级财富顾问。他开始在谷物行业工作，在成为顾问之前，他学习了会计和美元对冲策略。投资组合经理兼全球投资顾问 Cielo Karen 开始向中小型企业提供贷款，而高级财富顾问 Leanne DiRocco 则通过投资债券市场和举办债券投资与担保投资证书研讨会来建立业务。目前 Karen 专注于对冲通胀的投资，而 DiRocco 正在玩债券市场，他认为债券市场的价值更高。5月卖未来一周的世界市场主题。加拿大环球邮报。华盛顿的债务上限和美国银行的新动荡可能会在5月份考验全球市场。中国和美国的通胀数据以及英格兰银行的利率决定将增加投资者的关注。来自中国4月份的数据以及4月份制造业活动意外萎缩的消息，可能会使外国资金暂时避开该地区。与此同时，预计英国住户将在本月查尔斯国王加冕之前，在额外的杂货和加冕纪念品上花费更多，尽管投资者可能更担心英国经济停滞不前。iPhone 销量的增长令投资者感到惊讶。路透社。苹果在全球智慧手机市场低迷的情况下， iPhone 销量的增长令投资者感到惊讶。该公司股价在公告公布后的盘前交易中上涨了 2%。 该公告显示 iPhone 销量增长了 1.5%， 达到513亿美元，超过了预期的 3.3% 的跌幅。此外，该公司还提高了股息，并批准了另一项9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与去年相同。苹果股价今年迄今上涨了 28%， 跑赢了华尔街的大部分股票。美国地区性银行在残酷抛售后勉强获利。路透社。美国地区银行的股价在本周抛售后上涨。Western Alliance 和 PacWest Bancorp 领涨，分别上涨 13.4% 和 12.3%。华尔街高管和银行分析师敦促监管机构为银行存款提供更大的保护。自3月以来，第一共和国银行成为第3家倒闭的主要银行，最近几周市值蒸发了数十亿美元。KBW 区域银行指数今年暴跌约 31%。PacWest 表示，在权衡战略选择时，他正在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和投资者。沃伦巴菲特令人困惑的盲点。金融时报。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美国各州发行 ESG 债券，并阻止州养老基金在公司年会上投票时考虑 ESG 标准。这与其他州不同，这些州在通过立法的淡化版本后，阻止了类似法案的颁布。与此同时，奥克拉荷马州财政部长公布了一份包括摩根大通和贝莱德在内的13家金融公司的名单，这些公司被禁止与该州开展业务，因为他们被认为抵制能源部门。加州公共雇员退休制度 California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 和魁北克储蓄银行 Caisse de dépôt et placement du Québec 也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明天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 AGM 投票，要求该公司发布气候报告。去年，贝莱德和先锋在年度股东大会上都支援股东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案。美联储加息，美国新增 25.3 万个就业岗位。英国独立报。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美国经济在9月份增加了25.3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保持在 3.4%。然而，一些人批评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决定在持续的通货膨胀中连续第10次加息，这导致购买力受到侵蚀。与此同时，矽谷银行 Silicon Valley Bank、签名银行 Signature Bank 和第一共和国 First Republic 最近都倒闭了，而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Janet Yellen 警告说，财政部可能会在11月初耗尽继续偿还债务的能力。美国银行业危机推动黄金接近历史高位。金融时报，中国对黄金的需求重新出现，以及对美国地区银行健康情况的担忧，正在推动黄金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世界黄金协会表示，随着北京取消零疫情政策，中国消费者在第一季度急于购买金饰、金条和金币。与此同时，美国区域银行 PacWest 正在探索可能的出售，以确保其未来。这鼓励投资者转向黄金作为价值储存手段。对冲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继续大量投资黄金，表明看涨情绪。我不是宽南海交易员，但我想翻转我的银行 ETF。金融时报，在抛售吓跑投资者退出投资之后，欧洲银行股可能不再是便宜货。Amundi 欧洲银行交易所交易基金在过去一周下跌了 3%。此前，第一共和国银行开始贬值，因为美国地区银行也采取了类似的伎俩。投资者在投资银行时需要采取谨慎的态度。尽管英国银行巴克莱 Barclays、苏格兰皇家银行 RBS 和劳埃德 Lloyds 提供派息服务，但他们也面临住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挑战。此外，对传统平台和关系的依赖意味着他们不再是他们所做的事情的佼佼者，这使得他们作为投资的风险更大。6只新股被添加到 BMO 策略师的股息增长选择名单中。加拿大环球邮报，杰弗瑞 Jeffries 分析师克里斯托弗·伍德 Christopher Wood 指出，存款正在逃离美国地区银行，转而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据报道，自2022年4月达到峰值以来，美国商业银行的存款下降了 5.3%。伍德表示，由于联邦逆回购工具现在支付 5.05%， 银行资金流出的风险可能会再次增加。自2022年4月以来，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增长了 17.8%。欧洲股市因欧洲央行加息幅度较小，盈利乐观而上涨。路透社，欧洲股市周五上涨，这得益于欧洲央行的加息幅度较小，以及阿迪达斯和苹果第一季度的强劲业绩。泛欧斯托克600指数上涨 0.3%， 但面临连续第2周下跌。银行和能源股在该指数中涨幅最大，而矿业股则下跌。阿迪达斯在第一季度业绩好于预期后上涨 5.2%， 而苹果则令投资者感到惊讶。尽管全球智慧手机市场萎缩，但 iPhone 销量的增长却令投资者感到惊讶。汇丰准备在股东投票的关键时刻消除亚洲分拆威胁。路透社预计汇丰银行将挫败香港投资者要求该银行剥离其亚洲业务的提案。投资者将在周五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对这些决议进行投票。该银行最大的亚洲投资者平安支援这一提议。要通过特别决议需要 75% 的赞成票。挪威国家投资基金表示将投票支援该银行，汇丰银行的咨询公司也是如此。这些提案还呼吁增加股息支付和定期审查战略。该银行声称这些决议将破坏股东价值。投资者如何交易美国债务上限？路透社分析人士表示，如果美国债务上限的僵局得不到解决，美国最早可能在6月违约的风险越来越大，这有可能使市场再次崩溃。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危机是可以避免的，但违约的可能性更大，
仍然会影响市场。郡利亨德森全球固定收益主管 Jim Selinsky 警告说，与当前气候相比，2011年的对峙涉及的政治敌对程度要小得多，因此分析人士预测这次谈判将更加艰难。交易所运营商 CBOE 利润上升，因为市场波动提高了交易量。路透社 CBOE Global Markets 报告称，第一季度利润从去年的 1.092 亿美元上升至 172.6 万美元，原因是银行危机和利率上升导致交易量激增。投资者转向该公司的专有产品，例如与 VIX 波动率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挂钩的期权，因为他们试图对冲经济不确定性。CBOE 期权部门的收入增长了 28%， 达到 280.700 万美元，而净收入增长了 13%， 达到 471.4 万美元。该业绩标志着交易所运营商的强劲季度，洲际交易所、纳斯达克和芝商所都报告了乐观的业绩。美国法院通过 OpenSea 判决明确了加密规则。金融时报对全球最大的 NFT 市场 OpenSea 前产品经理的欺诈审判表明，美国内幕交易规则可能会扩展到 NFT， 而无需首先将其归类为商品或证券。内特·查斯坦 Nate Chastain 本周被判犯有欺诈和洗钱罪。此前检察官指控他购买了45个代币，他预计这些代币一旦显示在 OpenSea 的网站上就会变得流行，然后以他支付的价格的2到5倍的价格出售。辩方辩称 NFT 并未被合法指定为证券或商品。法院判决显示，加密行业和美国立法者不同步。瑞士央行行长表示不能排除进一步收紧政策的可能性。路透社，瑞士央行主席托马斯·乔丹 Thomas Jordan 表示，瑞士国家银行 SNB 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确保通胀回到目标水准。乔丹在一次大学研讨会上发表讲话说，确保价格稳定是该机构为公众服务的最佳方式，并补充说，通货膨胀需要回到价格稳定的范围内。瑞士4月份的年通胀率放缓至 2.6%， 而3月份为 2.9%， 但自2022年以来一直高于瑞士央行 0% 至 2% 的目标区间。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 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